好，回到节目，我们来看的是在中国大陆最近有一场展会备受关注啊，就是10月15号到17号，那第2届的湾区半导体业生态博览会，简称湾星展，在深圳福田会展中心正式开幕。来参加的有蛮多的国际企业啊，包括像是我们所熟知的艾斯摩尔，还有泛灵半导体、住友化学、日立等等哈。那中国大陆的半导体新秀新凯来也有参展，而他们旗下的万里眼技术有限公司呢，也在这次的展会当中出现。网络有资料显示啊，新凯来呢，他们是出自于华为2012年实验室啊，是由深重投啊，这个深重投是简称啊，其实它的全称是深圳市重大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全资控股的，它是一家100%国有企业。那么新凯来官网的介绍呢，它的全名是深圳市新凯来技术有限公司，他们的目标是致力于半导体装备跟零部件、电子制造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以及服务。不过这个更专业，这个进一步要请姜老师带我们来看啊，因为现在最近提到了半导体，尤其说这未来会是大陆之光的，就包括像北在上海这边有宇生亮，然后呢。南有新凯来，不过新凯来的宇生亮也是新凯来的子公司嘛？来，是先这样说哈，为什么今天会跑出这间公司来的话，主要还是受到美中贸易战。那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要做先进制程，就是3点，就是我要新材料，我的制程微缩，然后再就是我的先进封装。目前看起来。制程微缩的 EUV， 那美国应该还是目前是不可能卖给中国的。那所以在这方面，其实新凯来就是想要去突破这个制程微缩的部分。那同时呢，除了制程微缩外呢，我比较快，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能的话呢，我只能走先进封装，走封装嘛哈。新凯来的设备你去看，它其实就是遍布于这几个刚刚提到的3大领域里面去走。它其实你发觉它的产品代号蛮好玩的，就是所有的群山哦，什么赤霞山、武夷山、峨眉山、三清山、普陀山哈，就是有山有佛菩萨什么东西，就世界大战的感觉。可是这一次，我觉得是在过去来说，我一直不断的去关心新凯来它到底去推出了什么专利，那其实还蛮有趣的，它也是朝向这个方向去发展。但是经过10月15号的这个展一展的时候，发觉很好玩的事情，新凯来概念股啊，竟然跌了10%。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其实我有一个朋友有去看展，他发觉说都是模型。那我觉得第一个，因为他今天是受中国的重点业务也扶植，所以他必须得在很短的期限内拿出一个成绩。那我一直常说，其实，在半导体，它在开发设备，它有一个周期。以某一家公司为例的话，就是我要先3年的 demo， 然后再到他们的那个测试的一个 committee 里面，之后再到3年，3年完之后再试量产，再3年。其实整个设备的研发期程要10年。以台湾来说的话，那新凯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因为其实中国从古往以来，他们包含很传统的工具机，他们其实都是习惯用逆向的方式。那也许我在短时间的突破没有问题，可是我真的要完成整个子系列的世代的话，我还是需要给他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所以姜老师您怎么看？因为这次展会，新凯来特别有号称说要端出31款新发布，而且要实施量产的。他说未来要实施量产的半导体相关设备那覆盖晶片制造5大核心技术。因为其实刚刚也跟主持人报告，就是其实我对这个非常有兴趣，所以有请人家来看一下说，因为我有去看实际的展啊，他后来发觉都是模型，其实大家我觉得投资者一看啊也是模型，我觉得所以导致说它的整个概念股整个崩盘崩10%。15号到现在。好，不过现在看到说新凯来它的这个股权架构，我们来看因为它是100%的国有企业，然后呢，它号称是拥有中芯国际、长江存储，现在已经有100亿订单了所以说650亿的这个估值因为它是外界给它估的这个价值大概有650亿哦。那大陆国产设备国产率就是国产化的这个比率呢，希望从现有的5%要提升到60%我们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大陆的晶片自主化，也就是呢，大陆因为现在被美国封得死死的当然
也许有漏洞，可是呢，不管怎么样，他已经知道他必须要走出自己一条路。所以聂老师怎么看到大陆自制晶片的国产化的这个比例不断的提高？其实就是在提高自己的自给自足率嘛，哈。那在没有办法进口被美方这样子围堵之下，这个也是必然的现象啊。但怎么样看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新凯来的技术水准啊？因为刚刚姜老师也特别提到说，这次展会当中大家看到是模型，可是也许是他先给大家看模型，但是他私底下，因为他也怕美国人在看，不是吗？我是不知道是不是模型啊，不过我想请教主持人一个简单的问题啊，请问大陆要自主化什么时候开始的？你觉得呢？当然，习近平上来之后，他们有非常多的大动作。我先讲有钱人使鬼推磨。请问一下，新凯来是什么时候出来的？他在2012年，当时是哪一家公司里面的实验室？华为。对。他出来之后呢？好，2年后，中国做了什么大动作？大扎大基金一起计划，1387亿，为了什么？就是要大肆扶持半导体晶片。那你刚刚讲深重投，全资控股。我跟你讲，他们是大量在做。当然，你也知道，当川普在打论1.0版，在打这个中国晶片的时候，因为他当时的版本就是抓着你的 China Creation 2025， 中国制造2025，在2015年写的文本。你要知道，这前一年就是2014年，非常多的大师在2013年他们到德国汉诺伊参加了汉诺伊的自动化会议，回来以后直接跟德国签了中德工业4.0，是这个是他们开始要起飞科技的那个起点。那这个前还有历史，就我那时候也在另外一台哈有台里面讲，在10点在创富新闻每次在讲什么，讲华为、中兴一直被美国挡，为什么呢？奥巴马已经受不了这2家这么厉害的公司一直要吃他们的路由器当做网路，这2家公司他们号称不管华为是不是号称民营，但里面的实验室当中国就要扎钱，所以就把它抽出来，在2012年都在那时候拉出来以后就重资投入。我先跟你讲哈，中国在丢的时候，因为美国就要质押它，所以在2018年质押之后，2019年。他丢第2期的大基金一期，我要去查就知道，2000多亿。现在因为这一次打越烈，才2023、2024打了3000多亿。中国有没有在进步？其实经济可以打，它的规划5年规划可以。科技太难了，就像刚刚讲的说，你制程不是那么容易。可是有钱人使鬼推磨。你看这次接的那么大订单，中芯国际啊，从2001年是台湾人嘛，张汝京股票被卖了以后，带了他德州仪器的一些教会朋友去成立了一个公司跟上海实业，现在25年了。他有没有成就？也有啊！你看那个 Pro 这个 Pro 60，以前那个不是美国商务部长去的时候，华为秀他一个手机，说你也做到7奈米啊。他们也在做，但是他们的技术或良率什么都还是有一点需要考验。我是觉得新凯来，你看这次接到他们的100亿大订单，长江储存、中芯国际，我跟你讲，他们也有算是有个 ecosystem， 也就是他们的产业供应链，其实也已经俨然形成了。是。我跟你讲，我是这样想，可能我比较过于乐观，不管模不模型啊。我是觉得这种现象很可怕，也就是他们在，我讲这个清楚嘛？中国是什么？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那个社会主义的什么市场经济？是。那这个当然西方会调侃，这个根本不叫市场经济，它是具有中国特色，国家集权，国家扎钱就扎钱，国家控股就控股，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哈。没有错，它的很多最高端，像先进制程，刚讲这个制程萎缩这些地方，的确被控制得很惨。他们就是在这个地方要突破，的确也很难。但他们在突破的时候，一定会有一定的进程。比如 H20、H100， 你给我，你不要，你设计了一个算力降到28%的给了我。对，那时候我们还是想要，结果你来以后发现我们也有了，对不对？我们全部把你退回去。你问那个寒武纪这些东西，他们也都是差不多就把你退回去。现在你辉达啊。只要经过美国认可可以过来，他们几乎也不要了。所以其实技术上面不断的在追求突破哈。那这个技术部分呢，请教姜老师另外一个问题啊，科技媒体啊叫做 WCC F 然后 Tech， 他们报道说台积电在台湾本地将会展开1.4奈米生产线的初步建设，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台积电呢并不打算使用艾斯摩尔最新的这个高数值孔径极紫外光光刻机，而且呢，在未来研发 A14的时候呢，必须会采用试错法来改进他们的制程啊。那这个部分怎么看？说实在的，我今天如果去投资一个这么贵的设备做出来的东西，结果是什么？太贵了。光刻机真的很贵。那做出来的 wafer 也很贵。所以变成说，其实你去看台积电，它的技术来说，基本上他们都可以去，比如说什么7奈米可以做到7N，5奈米做5N，他们其实透过他们的自己的制程改良，就可以得到一些非常好的效果。那其实1.4奈米我们叫做14A 啦，那也许14A 往下走，才有可能会需要用到这么先进的光刻机。
那说实在的，那目前来说，我如果能用技术去克服的事情，我觉得依公司投资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还是以技术克服为主了。那如果台湾做得到，中国大陆不是也做得到吗？因为主要的话就是还是回到一个点，就是我制程微缩的机器被美国卡脖子嘛。OK， 好，所以其实我们在看到中美的科技竞争的时候，都是请国家直理，尤其是中国大陆。刚刚聂老师也特别提到了，国家作为背景，现在美国也看到了，所以川普说，那我美国现在也要来投资我的这些大型的企业哈。纽约时报还有路透啊，我们综合他们的报道说，贝森特就是财长呢，在这个 CNBC 啊投资美国论坛上面，他就宣布呢，川普政府要透过增加关键企业的持股，来收紧对战略产业的控制。那现在呢，夯不啷当总共有7家左右的这个大企业啊 ，Russ 怎么看哈？怎么样能够保证啊？因为你今天入股，你的持股比例如果不足以能够去成为这个去 handle 或是决策这家公司未来走向的话，那这持股有什么意义呢？你觉得？太早，真的目前太早，因为美国过去虽然其实很多人认为美国从来没有这样做，其实美国有了，尤其是曾经有经济危机的时候，不管是40年左右，那个时候雷根总统也是投资Chrysler 汽车公司了。那2008年，美国政府也有直接来投资一些金融机关，对不对？所以不是过去美国没有这样做，但是那个时候美国做都是在 crisis 的时候。那这次虽然有贸易战，但是不是像那几次一个 crisis， 美国就开始投资。还是川普觉得现在已经到了 crisis 的时候？他也没有这样讲了，对不对？Everything is okay， 所以他不会说现在是 crisis， 只要他在执政就不是一个 crisis。那你觉得？对不对？但是我觉得问题来了，因为川普政府只会执政4年，对不对？所以他们就上下3年多。那到时候如果这些公司，不管是 MP Materials 和 Intel 等等，如果要增资的话，说他们向他们的股民、投资人说我们要增资了，那如果美国政府也持股的话，那美国政府会拿钱来增资嘛？这是很大的问号。但是目前我们真的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所以这个会是一个挑战，对不对？就是你说未来遇到刚刚你讲的那个问题的时候，如果好3年以后、4年以后 ，Intel 突然说因为市场情况等等的因素，我们要增资了。那美国持股那么多，那美国政府会立刻拿钱来增资吗？对，真的不知道。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欢迎回来，环宇全世界。这一段我们来看辉达的创办人兼执行长黄仁勋啊，最近他出现在美国城堡证券参与2025年全球市场未来展望人工智慧与下一个成长前沿的这场盛会进行做对谈。那么他特别谈到了中国大陆市场的时候呢，他就语出惊人说啊，他说美国出口管制啊，让辉达100%退出了中国。那曾经在辉达这边呢，是在中国大陆有市占95%的业务啊，恐怕未来都要归零啊。这个话真的是非常的惊人啊！原先95%，现在一夕之间有可能会归零，怎么办呢？那因为针对美国对中的 AI 政策呢，黄仁勋就因此呼吁啊，说要退后一步，回归第一原理，并且也指出了 AI 竞赛的关键是赢得开发者。而中国大陆呢，拥有全球大约50%的 AI 研究人员，还有包括顶尖大学浓厚创新的氛围啊。这个7月份呢，黄仁勋在北京也曾经告诉过媒体记者，他说技术领先需要庞大的市场。他还特别讲了一句话，针对华为的，他说任何低估华为和中国制造能力的人都非常天真。所以黄仁勋是不是意有所指？美中之间其实应该走的是竞合，而不是竞争，是这样子吗 ？Russ 怎么看？黄仁勋他的立场是非常清楚，他一直说，美国不要管那么多了，不要限制那么多了。他说至少中国会 catch up。其实我们在台湾，我们非常熟悉科技业，对不对？那我们也知道中国有这个能力，就是追上只是迟早的事情。世界跟钱的问题，但是或许不管他们投资多少钱，有多少人力，那或许会未来
几十年还是会慢一步，不管是美国或台湾，但是都会迟早都会 catch up。那黄仁勋也是很积极，就讲到这件事情啊，所以他真的认为这些管制是没有意义，而且他也很坦白说了，他觉得NVIDIA 在中国大陆的 customers 客户不是军方，所以人家说，你的晶片是中方会拿来用在军事设备、武器等等，那他一直否认，对不对？所以他这个立场不会改变，不管美国或批评者、媒体、学者说什么，国会议员等等，他还是会继续保持这个立场，说，我的 customers 我都是私人企业，不是政府，不是军方。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讨论过黄仁勋啊，认为说他其实是蛮适合当外交官的，可是他现在面对是两个非常强的，一个是川普，一个是习近平，他夹在两个人之间，你觉得他那个角色要怎么拿捏？Be everybody's friend， 对不对？很明显 ，Be everybody's friend。他的 approach， 他的 style 就是还是跟大家都保持朋友。所以今年我已经忘了他有几次去白宫跟川普见面，而且有公布什么美国大型投资案，NVIDIA 都有加入一些 data center 等等啊。那另外，川普去中东的时候，去沙烏地阿拉伯，黄仁勋也有参加。对。最近，川普总统的9月份去英国的时候，黄仁勋一样有参加了，也宣布在英国打投资案子，对不对？所以到目前为止啊，他跟川普总统的这个 cooperation 这个配合度是非常到目前为止非常顺畅了，而且很明显，川普希望他，这个很重要。如果川普觉得我跟这个人合不来，那川普总统就不会那么多次邀请他来白宫，但是很明显，川普认为这个人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尊重的一个企业家，所以我们也不排除，也许 APEC 他有可能会跟着川普一起去。如果有的话，不会意外啊。好，因为我们讲到的黄仁勋，其实大家就会想到他先前的那个被他被他取代了，就是马斯克哈。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黄仁勋似乎有刻意保持跟川普之间的距离，你觉得为什么？我不会做这个类比了，因为角色完全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Musk 觉得我要虽然我是X 平台，我是 Tesla、SpaceX 董事长，但是我那个时候为了帮忙我的好朋友川普，那我就愿意几乎是 full time 全职来加入这个 DOGE 这个 Doge， 对不对？所以从1月底到5月初。他几乎都是 full time 全职，都是在白宫做这个政府的改革。那黄仁勋从来没有这样做，对不对？黄仁勋我们都知道，他忙着飞来飞去中国，飞来台湾，参加论坛，接受媒体访问。另外还要去新公司了，跟川普去中东、英国等等。所以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他从来没有 full time 跟川普在一起，对不对？所以这个类比是我不认同了。OK， 其实每个人的考量是不同的哈，因为这个当然黄仁勋跟马斯克是不一样的。那当然对黄仁勋来说，要追求企业获利，追求增加营收是他的主要目标。辉达在中国大陆的营收哈，虽然说已经连续3年下滑了，但是到2024年年底啊，大家算了一下哈，中国与香港合并的收入仍然达到了171亿美元，年增66%，占全球营收的13.1%。蛮多的哦。好，今年7月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辉达曾经申请 H20晶片出口的许可，但是几经波折呢，中方最后是决定不买，后来还衍生出说要不要再卖这个 B30A， 当然也被卡关了啊。那中方的技术团队靠着庞大的工程师啊，正在协助中国大陆的企业，像是适配通义啊、DeepSeek 这些国产模型，要追赶辉达晶片的效能，而且要挖掘现有硬体潜力的性能。另外讲到这边，特别刚刚老师也讲到人才，聂老师也讲到说，其实华为也挖了很多辉达的优秀的工程师啊，所以中方现在看到他们领先的 AI 公司，比如说刚刚提到的 DeepSeek 啊，还有阿里巴巴、月之暗面啊，这些在训练大语言模型 LM 仍然是重度依赖辉达的 GPU。可是我们必须要说的是，大陆国产的 GPU 什么时候会取代辉达，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这个连黄仁勋都非常的关切在意。黄仁勋也坦白说，他说目前辉达所有的股东都预测，假设中国大陆的业务万一变成0的话，但是他仍然对川普的政策调整抱持希望，
希望继续向美国政府解释、提供资讯，争取改变。好，争取改变，川普会接受吗？老师怎么看？毕竟以黄仁勋来说，他还是企业家，中国的市场还是很大。我们可以看到，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其实中国做了很多的应用。那过去大家觉得可能 DeepSeek 也许是昙花一现，没想到现在中国政府要求他所有的下面的单位要使用 DeepSeek 来去做办公。那这样子有一个什么好处或坏处呢？就基本上它有非常多的资料可以训练。那跟台湾比起来的话，或者是跟 OpenAI 比起来的话，它有很多属于自己的资料可以去训练出自己的一套模型。这是第一个。那再来的话，大家想说，是不是因为军工的关系，所以黄仁勋不能卖东西到中国？那其实我觉得，以军工除了军工以外，我觉得最重要的话就是智慧制造。因为你看到他来台湾很多次的发表会，他就是在一开始是秀DigiTwin 数位孪生嘛，那再是造那个智慧工厂。那到现在上一次来是秀他的机器人，就那个 Jensen Thor。对。所以你看它其实是有一套的整个所有未来的我们的愿景，可以用到 AI 或者是用到他们家的产品。那其实这个是个非常大的市场。虽然说子弹炮弹一响黄金万两，可是说真的，你在和平时代靠这个赚钱其实是比较务实的哈。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今天大陆自己做出它自己的一套系统或 AI 的话，也许没有 NVIDIA 那么强。可是问题是我就可以去慢慢取代黄仁勋的 NVIDIA。那还有一个部分需要注意的事情是，他们想要去突破，靠什么突破？很大一部分他们是用很多的记忆体跟很多的硬碟。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接下来硬碟跟记忆体的股票会大涨。其实最近已经看到 HBM 的相关的股价还包括整个这个市场非常的畅旺啊。好，10月初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 DeepSeek 它发布了 DeepSeek V3.2。这个 EXP 的模型随后也看到了包括寒武纪还有华为、升腾这些中国大陆国产的晶片纷纷宣布适配，华为甚至还公布升腾910系列晶片的量产计划，在2026年的第一季呢就要推出升腾950P2，那么采用华为自己研发的 HBM到2028年的第4季的季度的这个时候呢会推出升腾970。好，那么现在就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的 AI。它不只是一个单点聂老师，我们看到是它着重在整个生态系当然它也可以看到说供应链是一条非常广跟长的一个条链，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战略，怎么看？我刚刚有讲，它整个中国的供应这个生态供应链已经非常的不能说这么的完整，但是这基本上面面俱到了。那你不管在哪一个这技术研发，从最早从这个安徽3纵3横这个安徽这个中国科技大学。到甚至深圳的各个科技的这个发展，你要知道你看你从软体这个生成 AI 这个 DeepSeek， 你到这国产晶片，你不管寒武纪华为、升腾，我跟你讲这是非常特别的。中国想做什么东西呢？它就有可能会比一个它原来已经有的东西出现之后会追上你。你是讲北斗卫星现在会比这 GPT 差吗？你再讲一下这个所谓的百度地图会比这个 Google Map 差吗？我跟你讲，现在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就刚刚有讲中国现在拥有全世界研发人才50%以上，人才真的很重要。